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7日晚间18点34分啊，11最后一个休息日。那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一下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昨天出现了一个下跌，我们看到这里的下跌呢，并未改变反弹的力度啊，这里的下跌呢，只是行情出现了一些震荡。我们调到2小时线上啊，因为我们的反弹预期呢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但是呢，这个 Tiger 啊这个软件只有2小时线啊，我们看一下2小时线啊，2小时线上啊，这里出现了一个震荡啊，这个震荡呢，并不改变反弹的趋势，我们认为反弹还有一定的空间，最终呢，它会完成一轮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啊，这轮反弹呢才宣告结束，并且呢，今天有一个消息啊，就是在今天晚间21点30分啊，非农数据要落地。那美国的任何的消息面啊，我在前面说过了，任何的一个消息的落地，无论是利好还是利空，都会引发美股的反弹。所以呢，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在现在这个时间的一个情况，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啊，目前是出现了一些反弹，但是反弹力度还是不足的啊，还是不足的。那后面的行情当中啊，到晚间9点半，我估计它会有一个好的反弹，从而带动啊道指上行，最终呢，带动比特币啊再次出现一个高点啊，这个高点可能会达到21000美金。那在最近一段行情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币安平台出现了7.12亿美金的一个丢币的情况啊，当然是黑客影响的。那这则消息啊，很多人都非常关注啊。我们从 BNB 的行情上来看啊，它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回撤，这个回撤呢，相对于比特币来说是大的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啊，它插针到了169日均线，这个169日均线呢是4小时级别的169日均线。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啊打到这里插针结束，完了重新发生了反弹，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它是受到了支撑的啊。7.14亿啊，7.12亿美金的丢失呢，我认为币安是有能力去解决这次危机的，所以呢，这次危机啊，并不会给币安币或者是整个金融市场、整个数字货币市场带来很大的风险啊。币安在解决这次危机之后呢，行情还会重新回到它的轨道上来。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比特币啊。比特币在这段时间的反弹呢啊，有一些反弹的力度呢，从最低点啊18210到最高点大概是12.75%，接近13%的反弹。这一轮反弹呢，我们看到了是行情当中第3次对3万美金到17605的缺口的第3次回补。那这次回补呢，我们观察到啊，在4小时级别上，它已经完成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反弹西游之后调整的时间级别呢是小日线级别调整。我们看到目前已经完成小日线的调整。那今天晚上同步美股它会出现一个快速拉升并且快速回落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是需要我们预防的。我们看到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盘前合约已经有开始启动的迹象，这个在分时上就能看到啊，下跌了0.252%之后啊，重新又反弹上来。目前道指的盘前合约是呈现阳线的情况。那在9点半啊，今天晚上21点30分的时候，我认为快速拉升很快就会到来。那么快速拉升的位置呢，我认为是在21500美金附近啊，到达这个位置。为什么说到达这个位置呢？因为我们要看第2轮反弹呢，我们每一轮反弹呢都要参考一下前面反弹的一个压力位啊。那第1轮反弹它的反弹的目标位是25205，这是一个高点。那第2轮反弹呢，我们看到啊，它反弹到的这个筹码密集区大概是在22000附近就发生了快速回落。那么本轮反弹它上方的筹码密集区呢，正处在21500附近，21500附近。那么说行情它的反弹力度是逐级减弱的。我们看日线这里就能看到，每一轮反弹它的反弹力度都是逐级减弱的。第1轮反弹43%的反弹力度，第2轮反弹23%的反弹力度。那么现在目前为止，我们12.75的反弹力度应该是不足的。那么我们看到它上方21500附近是有压力的。那么今天晚上啊，如果反弹到21500附近，是一个可以布局空单的位置。当然了，21点30分的
的这个波动会非常大啊！每次美国有这个消息面的利好或者利空，只要它消息落地的时候，每一次它都会有异常的波动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双重巴特啊，前面行情当中出现的这种双重巴特，什么叫双重巴特呢？就是涨上去跌下来，再涨上去再跌下来，反复形成大缺口啊，并且这个缺口互相对称啊，就形成了这种双重的巴特啊。双重巴特是对多空方向两个方向进行的绞杀啊，没有人能在这种快速的涨跌下存活。那么如果你想活着，你就要对多空两个方向有个充分的认识。怎样做到呢？就是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说的啊，前面课上说的，你多头要有多头的信仰，空头要有空头的信仰。你多空两个方向都想吃的话，最终呢会被这个双重巴特这个搅屎棍啊完全绞杀，灰飞烟灭，你的仓位也不在啊，你的钱也消失。所以呢，在今天晚间要非常重要的啊，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啊，今天晚上可能会出现一个快速拉升之后的快速下行啊，快速下行。但是呢，我们对这个多头行情目前来看还是趋于稳定的啊，在4小时级别反弹完成之后，仍然有可能做出日线反弹动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了道指外围市场的它的一个反弹的时间级别，目前仅仅是2小时级别反弹。我们看到2小时级别反弹它做完了啊，悟空八戒沙僧唐僧都走出来了，但是呢，它的这个反弹时间级别有可能升级到4小时级别。但是呢，比特币在这里，我们看到比特币在这里啊，它出现的反弹时间级别呢是4小时级别啊。美股2小时级别反弹，比特币完成4小时级别反弹，证明比特币的反弹的力度是强势一些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出现快速拉升、快速下行之后，行情还要回到什么呢？回到它原有的既定的轨道上来。什么是既定的轨道呢？就是本轮反弹还没有完全结束，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拉升下跌之后就是多空进行一个较量之后，因为这个非农事件进行较量完毕之后，反弹行情还会继续能够完成日线级别反弹，到达我们的目标位21000，21000点到22500这个区间之后22500美金是在这个位置上这个黄线的这个位置上它是由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的接近或者到达这个位置之后，行情重新回到下跌的趋势反弹趋势会走完的。本轮反弹呢是第3次回补，这个反弹结束之后也就宣告本月的比特币月行情结束毕竟每年都是一个10月份是一个比特币月比特币月行情结束之后，行情还会重新回到18500美金我们前面不断的说到达这里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第4次波谷前面我画的这个紫色的圈，第1次波谷、第2次波谷、第3次波谷目前处在这个第3次波谷上。如果行情反弹之后到达第4次波谷，行情就会重新下跌跌破这个4次等位置波谷这是江恩的波谷定律嘛，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跌破之后就会重新回到下行趋势。那么接下来的下行趋势，最终的下行趋势，我认为会跌到10500美金这个点位呢是在大概是年初的时候3、4月份我就提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不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比特币会在3万美金之上运行。为什么说3万美金之上呢？他的理解是行情当中有个铁底，这个铁底呢是波谷连线连过来的，这个铁底一旦形成，3万美金是比特币的最终的一个支撑。但我不这么认为，铁底呢每次都会被跌破这轮的铁底呢目前看是18500这个底部呢一定会跌破。我们行情最重要的获利的方向呢是空头方向这个熊市还没有完全结束耐心等到这个底部位置的到来。所以呢，如果反弹到21000美金之上，缓慢布局我们的空单怎么布局呢？分仓式布局，并且每个仓位都设置一个止损
啊，每一个仓位都要设置一个止损。在行情当中控制3点即可获利。趋势目前是下行趋势，位置呢我给出了一个好的位置啊，就是这轮反弹的一个目标位。最终呢你要下注的时候控制自己的仓位，把自己的仓位打散之后啊，相当于你一个潜艇去攻击一个航空母舰啊，你是发射1颗鱼雷能击落这个航空母舰呢，还是发射3颗鱼雷啊？从不同的点位去攻击这个航空母舰，命中率高呢？肯定是3颗鱼雷命中率高。所以呢，做行情啊，最终的一点是在合适的方向上找到合适的位置，控制自己的仓位啊，把自己的仓位打散之后啊，最终呢获得趋势上的利润啊。每一轮趋势上的利润都是非常可观的。比如说这轮行情目前在2万点附近啊，如果跌到1万点附近，那么我们会有50%的利润。如果你是干合约的话，5倍杠杆就是250%，10倍杠杆就是500%啊。所以呢啊，耐心等待这个点位啊，在合适的趋势上啊，找到合适的点位啊，分布式布局仓位啊，就这么简单啊。比特币说完了，我们看一下以太坊目前的表现啊。那以太坊目前还是非常弱势的，弱势在哪儿呢？我们昨天给出了一个箱体的概念。以太坊对 USDT 本身啊，目前处在一个箱体结构当中，尚未发生突破，并且上方压力重重，它也不容易发生突破。一旦比特币能够快速上涨之后，才能带动的以太坊出现突破。但以太坊上方压力重重的情况下，我认为挂单去做空是合理的。那么怎么挂单呢？我们上方有3重压力啊，第一重压力是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1450附近构成的压力。第二重压力在1500，这个1500是144日均线，然后上方有169日均线啊，这3重压力啊，我们认为如果在1450附近就可以控制第一个空单进场，然后逐级往上布局啊。上方压力重重的情况下，是对于 USDT 啊。以太坊对 USDT， 那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 BTC 它的一个压力情况啊。目前呢，以太坊对 BTC 呢还处在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过程当中啊，它的第一根标志性的阴线已经走出来了，下方呢要走8戒阴线，第一根呢是悟空，第二个8戒，然后走沙僧唐僧，最终呢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会与前面行情当中的下跌啊。这一轮的下跌，5、6月份的下跌相互平行，形成一个周线级别的平行结构，这是在周线上看到的。我们在日线上看到它的压力也是上方重重压力啊。以太坊对BTC 的压力呢是在这个位置啊，是由波峰连线啊，这个连线呢长达1年左右时间啊，是从21年5月份连接过来的啊，这个时间跨度已经长达1年半了啊。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呢，在0.069附近构成压力，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目前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所以我看到啊，以太坊本身的价格啊犹豫不前，所以呢，以太坊是一个很好的做空标的啊。这个标的的做空的位置呢，我们可以在1450附近啊去进行布局。当然了，这个箱体还没有进行完全的突破，等待它突破上去之后啊，我们在压力线附近啊逐级的去布局。然后我们看一下啊，我们之前看的一些强势币种啊，分别是啊 Luna C 啊 ERN。还有 EGLD 啊，目前表现不同的原因呢，是因为板块是在轮动的啊。我们要重点关注的，目前重点关注的板块呢是公链板块啊，因为比特币目前的强势呢，会第一时间带动公链板块，甚至是 BTC-ST 这种和比特币非常相关性强的啊。虽然 BTC-ST 出现了回落，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比特币有所表现的话啊，甚至是插针的话，都会带动BTC-ST 这种关联性强的币种啊出现一个快速的拉升啊。那么 Luna C 呢，今天是有所动作的啊，它的这个动作呢，我们看到啊，它是一个下跌收敛结构啊。我们看这个 BTC 1000倍的 LUNC Luna C。啊，在这个结构当中呢，我们看到啊，不断接近收敛焦点，这个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的啊，不断接近收敛焦点附近之后啊，发生了突破，但上方遇阻了169日均线，它回打下来，所以呢，对于这种币种很好做啊。
强势币种回落之后形成收敛结构，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是容易发生突破的啊，所以呢，在0.082这块是有机会的啊。这个我昨天在视频里也说了，在这个 VIP 群中也说了啊。还有这个 ERN 啊，也是一个强势币种，但是目前它处在一个横盘震荡的结构当中啊，我们耐心等待它的一个可以操作的时间点啊，可以操作的一个时间点。目前啊，前面的强势币种都处在一个回调的过程啊，后面还有机会啊，但是行情当中还有这种EGLD 啊，这个是在21年的时候非常强势的一个币种啊，从0点几涨到了500多美金啊，涨幅非常巨大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啊，我是给到 VIP 群众啊，前天就给了，为什么给它呢？啊，因为我们观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啊，好多币种都处在突破1440均线和1690均线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作为强势币种的 EGLD 啊，在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发动突破，所以呢，它有一个补涨的过程啊。当然了，行情当中给了我们一个信号啊，我们才敢做它，就是10月3日这一天，它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等待它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细优，并且这种强势币种往往是越涨越快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前天就已经布局了它的一个多单，当然这个倍数很低啊，我本人是做了7倍的啊，因为我觉得5倍和10倍啊都容易被庄家所控制啊，所以我做了一个7倍的杠杆啊，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啊，在做的过程当中啊，我在最近几天发现了它相当强势。它的强势在于比特币和以太坊在回调过程当中，它基本上不怎么回调，并且依然处在一个高位，相对的高位。当然，对其他币种来说，它是一个低位。这个高位是它对它本身来说的啊，所以呢，我认为它是有机会做出日线级别上涨细优的啊。这个上涨细优可能会突破70美金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VIP 群或者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